师叔。成何体统！没死，不活了，死了拉倒。我数3声，还不起来，大道别再奢望。3、2、2。景无说，设计你的大道契机，再装模作样，一剑砍死算了。我呢，是齐敬春的先生，他呢，名叫崔禅，是我的首徒，齐敬春的大师兄。当时因为我忙着做学问，所以小齐是由崔禅帮我传授的。但说他间接害死了小齐，半点不过分。这次死定了！老头子，你害人不浅。不过如今他神魂分割，虽不彻底，但是大致善恶分明。真正的崔禅，是你们大黎的国师，一个瞅着不比我年轻的老家伙。老头子，能不能聊正事？大道，大道。陈平安，我想在你身上截取一段光阴溪水，来作为聊天的开场，可否？这一手涉及大道本源的无上神通，老头子竟能信手拈来，他的圣人修为不是全没了吗？这嫁衣女鬼可恨，滥杀无辜，罪行累累。魏薄也非善类，勾结妖蛇，吞噬路人，但他们又都各有可悲过往，并非天生可恨。所以说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是不是？可恨更多。哦，那你说可恨可怜各占多少？可用世间律法算一算。那如何确定世间律法是善法还是恶法？老先生这个问题很大，我也得认真想想。善，是非功过有人心，善恶斤两问阎王。为何有此说？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阅历都不同，人心起伏不定，谁敢称自己的良心最为中正平和？于是法家就取了捷径，将道德礼仪拉到最低的一条线。当然，这些律法存在着恶法的可能性，但律法是死的，人心是活的，故而仍要往上去求解。世间的道理都非尽善尽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无法一劳永逸，万事不易。至圣先师给出的法子最笼统也最纯正，所以温和且裨益，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食谱，但前提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吃儒家这份粮食，对不对？身患顽疾，食补如何救命？一定是药补。用药三分毒，需要慎之又慎。知道为什么当时你提出世公学说，我回答的那么快，否定的那么快吗？因为你觉得我的问题是废纸，只有他齐敬春的问题值得你想上10年。世公学说在你之前，我就已经思考了多年。你想让求利益者得利益，更想将生死情欲这些含糊概念打造成一座棋盘，让世间每一念头的枯荣生灭都能落在其中，有纲可查，有理依循。但无论我如何推演，
只有一个结论：世公初衷极好，但若地基不稳，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害人更多。你那只是推演，学问不去实践，如何知对错？你怎知我没实践？昔日那场3、4之争的结局，天下皆知是我输了，但事由却是亚圣与我以中土神州的2大王朝作赌，他推广礼乐，我推广世功，看60年后胜负优劣。不可能！忘了，辩论需中正平和。你怎么可能会用我的学说做赌？甚至不惜自求功德林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输？我儒家第2圣人，李胜在我们这座天下写满了2个字：崔禅，做和解。秩序。对，礼仪规矩即是秩序，要的就是世间万物井然有序，规规矩矩，为苍生百姓搭起一座遮风避雨的茅庐，换来众生的安稳与自由。齐敬春的学问碰到了屋顶，阿良的修为撞到了墙壁，这些天之骄子凭什么不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打开屋门，另造新炉？想追求绝对自由，可以呀，但你有什么把握，为了走出这间茅庐，不会一拳打烂了墙壁，撞破了屋顶，使得原本的茅庐变得风雨飘摇？规矩啊，面面俱到，劳心劳力，而且越往后，人心浮动，越吃力不讨好。所以我呢，如今在找2个字：顺序。我想将世间万事万物捋清顺序，比如那可恨可怜，世人若不懂先后之分，连可恨都没有捋清楚，就跑去关心可怜，怎么行？所以老先生是希望所有人都按照顺序这条大道前行。放心，不会过犹不及的，只是在大道源头之上付出功力，之后水流分叉，各自入海，皆是各自的自由。陈平安，你觉得如何？老头子，你显摆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收徒吗？你愿不愿意按照齐敬春的安排，做我的弟子啊？什么？你们去买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咋不叫醒我？哼，谁让你那么喜欢睡懒觉？这叫有得便有失。哇！还要生火偶吗？都怪我那个死脑筋的大哥，非让我听道士的话，红色辟邪，不能图新鲜就换了其他颜色。哈哈，我可听阿良说，红配绿，赛狗屁！嘿嘿，李环，你给我站住！李环，李环！哼，以后见着了那个臭道士，我一定要揍他一顿。20两，15两，那就15两，10两。哎呀，文生老爷，为什么给小师叔买的那几本书那么粗浅？虽然便宜，但是也不能浪费钱嘛。不，天下最有学问的书籍，一定是深入浅出，最适合教化苍生。比如道祖那本5000言，非常廉价，要的就是低门槛、广撒网，这个弟子满天下。道理在书上，做人在书外。
人家陈平安钓鱼是靠日积月累，笨鸟先飞。你鱼露，如果不是因为武道修为才钓起鱼的话，我跟你姓。其实你们的身份没有那么简单吧？我是前朝卢氏王朝的太子，之前化名于世禄，是为了让我记得自己的身世，方便自省。太子殿下真是云淡风轻啊！我可是师门上下数百条性命，为你卢氏殉国了，你忘了吗？我自幼因谶语被赶去敌国大黎的书院，从未掌政。谢谢，我能如何？我不叫谢谢，我叫谢灵月，是封神谢氏子弟。身为炼气师，我只差半步就可以跻身第8境龙门境。要不是因为大黎皇后用困龙钉钉入我窍穴，怎会沦落至此？我恨你们卢氏昏聩庸碌，我更恨太子爷，你甘心给崔禅这个仇人当仆役？有骨气怎么不去死？自杀不算英雄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刺杀吗？你，陈平安，能借我100两银子吗？好给谢女侠建座忠义大坟，以表敬佩。我道理懂得不多，但我知道有些账暂时算不清，就先放一放，别忘了就行。聊完了。哎呀，我也透个底，我如今修为尽失，连爬个山都累得像条狗。你们2个要动手的话，就快点。2个废物，瞧瞧人家陈平安，敢说杀我就杀我，你们呢，犹犹豫豫，忐忐忑忑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都不喜欢陈平安，而李保平他们却跟我们3只狐狸恰恰相反？人家有2根心弦，一善一恶，悬在心头。我崔禅的善线极高，几乎顶天。所以我眼中看不见几个好人，但恶线极低，所以对我而言，皆可交往密友。陈平安的善线很低，这就是他被当成烂好人的根源。但这不代表他好说话，他的恶线距离善线很近。一旦他认定了一件事，会极其果决，比如杀我。陈平安是面镜子，会让你清楚地看见自己的不好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们2个骨子里的傲慢劲都快渗出来了。就凭你们，也配看不起陈平安啊？他可是我崔禅的先生。啊，是。有话好好说，饭我就不吃了。哎，文生老爷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是说拒绝做我闭门弟子的事情吗？不生气，失望是有一些的。老先生说的很多道理，我觉得很对。比如可怜可恨顺序之说，那个佳音女鬼，我当时就很想杀，现在更想杀她。我想对她说，你有你的可怜之处，但绝不是你把痛苦转嫁给无辜人的理由。所以她该死。我仔细想过，我不是那种能把学问做到很远的人，读书识字对我来说，就是能自己写春联，能给爹娘写墓碑。所以老先生，我不会做你的弟子。我堂堂文圣想要收你做闭门弟子，多大的福气砸在你头上？难道不是赶紧收起来，落袋为安才对吗？有些违心的事情，一步都不要走出去。如果连自己都觉得做不到，仅仅因为不好意思，怕别人失望就答应了别人，那才会真的令别人失望。那如果以后你后悔了，会不会改变主意？当然，但如果那时你不愿意收我为徒，我也绝不强求。犟得很啊，像极了小琪当年。恐怕这就是当初在小巷里，他愿意对你作揖还礼的原因吧。罢了，既然时机未到，我就不强人所难了。你头上的玉簪是我拿走的，
只是为了让你简简单单而已。这块无主剑劈叫小风都，送你。以后有机会去中土神州，一定要带着他去趟穗山，喝上一顿美酒。我说破了嘴皮子都不肯答应我做弟子，东西怎么收下来？再句句好意，就伤感情了。哼哼，因为这东西像银子啊，小叔叔能不喜欢？老先生坐而论道，少年郎起而行之，善，大善。我怎么愈发觉得我真他娘的牛！陈平安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一定要喝酒，喝酒好啊！要在合适的岁月做合适的事情，别怕错，更别追求不错。什么都经历过了，以后大道独行的时候，才不会后悔。小宝平，一定要珍惜陈平安，不要因为他做的太对，就觉得他不近人情，反而与他愈行愈远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那样的话，陈平安也会变成第二个小齐。小平安，我们讲道理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委屈，而是哪天觉得整个天下都不讲道理的时候，你有底气去跟这个世界说，你们都是错的。小平安。我在这儿呢。我问你，你将来书越读越多。但如果有一天，天下的读书人开始指责小宝平，骂他不知羞耻，竟然喜欢自己的小诗书，你咋办？我喜欢小诗书还有错啊？这些人怎么读的书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得先握过我的拳头，而且小师叔除了拳头还有剑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一定要告诉小师叔，就算远在天边，我也会赶来护着你。少年的肩膀就该这样才对嘛！什么家国仇恨、浩然正气都不要起，先挑起清风明月、杨柳依依和草长莺飞。少年郎的肩头本就应当满是美好的事物。将来小师叔御剑飞行，咻一下，从万里之外来到你身边，到时候你就跟人说，这是我小师叔哎，帅不帅气，厉不厉害？帅气帅气帅气！帅气！陈平安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那半个崔禅，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替我言传身教。其中身教重于言传。我说老爷，你怎么总护着那个大坏蛋啊？没办法呀，他走错路，过大半在我。当年教导有误，不该那么斩钉截铁、全盘否定，给他造成一种我很武断下结论的误会。以后你们对身边人不要灯下黑，否则会很伤心的。小宝平，下次见面可别喊我文圣老爷了，师祖还是师公的称呼，随便叫一个。你们呐，不要总想着快点长大，
越长大，身不由己的事就越多，衣服靴子越新越好，朋友却是越老越好。可老了，就会有老死的那天。林守一说山上神仙能活100年甚至1000年，那100年后、1000年后呢？那我先走。小宝瓶啊，你这样的好姑娘，若是有天不在人间了，我这个老头子恐怕喝酒都没滋味了。对，咱们谁都不要死。这就对了。走喽。师公，咋了？你不是应该咻的一下就消失不见吗？咱们又见面了。我叫高轩，专程来接你们去往我大隋的山崖书院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那条金色鲤鱼还有龙王蝼，害我差点死在大黎边境上。幸亏我当时谎称高枕，让我兄弟帮我背了锅。别紧张，我很感谢你。这次我会尽可能补偿你。请。原来齐先生这么大力气呀！有齐敬春的嫡传弟子坐镇，算是给大隋雪中送炭了。从此大隋的山崖书院名正言顺喽。小师叔呢？我说小师叔呢？宝瓶，小师叔不告而别，没有跟你们一起进书院。要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，走了这么远的路却没能善始善终，是我这个小师叔没当好。你们要好好读书，以后有人出现，小师叔好跟人吹牛，说我陈平安认识李宝平，认识李怀，认识林守一，认识天下第1位女父子。小师叔，回去之后，我会去你家里报个平安，也跟你大哥说，你这一路上都很听话，也很能吃苦。我给你，还有李怀、林守一，每个人都准备了1根绿簪子，算是一别赠礼。小师叔的字写的不好，你们可别嫌弃啊。如果觉得不好看，藏起来就是了。这一路上我也没帮什么大忙，都是你们自己解决的。还有，李怀胆子小，以后你要多找他玩，别让他在书院被人欺负。林守一性子冷，你也要多和他聊聊。于洛和谢谢都很厉害，以后真有了冲突，宝瓶，你千万别急匆匆一个人冲到最前头，可以找他们俩帮忙，不用难为情。
哪怕欠了他们人情，以后小师叔帮你还就是了。还有，就是记得收好阿良给你的银色小葫芦。事情都交代的差不多了，最后小师叔还是要跟你们说一句，对不起。先生，小师叔，小师叔，不能哭，小师叔看到要伤心的。先生，既然舍不得，怎么就偷偷走了？你这个当小师叔的，就不怕他们在书院给人欺负了？哎呀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等等我吧，先生。先生，新衣服买都买了，怎么不换上呢？